龙之激活。解除纠缠的测试阶段进展顺利，大约1周之后，测试阶段就会完成。这之后，人类与潜伏者解除纠缠的过程就会全力展开。为了准备这一过程，地球以太光网格必须要做好准备，而且要被合适的激活。出于此原因，7月11日至22日期间进行了一场特殊的龙脉线激活。在此期间，全世界的龙脉线都被激活了，主要焦点集中在亚洲，尤其是西藏龙脉线。也是在那期间，在亚洲举办了龙之激活研讨会，你可以在这里阅读会议的笔记。这些工作坊期间伴随着很多美妙的天空迹象。7月11日，香港出现了多重彩虹。这是7月18日工作坊结束后出现的太阳火焰云。7月20日，香港出现了多重彩虹。7月21日，就在西藏龙脉线激活之后，拉萨上空出现了紫色的风暴。在龙脉线成功激活之后，阿加森网格的不同派系，尤其是亚洲的阿加森派系变得更加活跃，开始为压缩突破进行着准备。现在我要提到其中一些派系。青龙洞天网格是唐朝时创建的，最初唐玄宗把洞天与道家的庙宇连接起来，这打造了一个通往地下世界的高度有效的网格化入口。那时很多道教的大师已经达到了高度灵性化的状态。在安禄山叛乱期间，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被迫离开地表世界，因为地表变得非常危险。他们通过这些新创建的网格化入口进入地下，然后根据先进的道教法则创建了一个地下的光之文明。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个拥有着先进科技的古老的亚特兰蒂斯网格。他们现在位于中国的中部，他们与毕宿5存有、新宿2存有以及仙女座存有合作。他们用来影响地表的主要能量漩涡点位于武汉。红龙洞天网格是在中国，特别是北京，被清朝满族占领后建立的。甲申北京围城之战结束之后，北京作为明朝的首都被非政府军队所占领，很多军事首领和道士转入地下，在北京地下建立了一个红龙网格。这个网格仍然存在于北京地下，他们与毕宿5存有和仙女座存有有着强大的军事合作。目前有关这一点还不能透露更多。龙门洞天网格是由长春大师在宋朝创建的，其主要位置是四川省，成都是其主要漩涡点。在福建省还有另一个阿加森派系，目前有关这一点也不能透露更多。在西藏，阿加森的主要据点位于昆仑山的西端，这个网格的主要基地位于地球主要龙脉线的交汇处。它有26000年的历史，与银河中央种族有着强大的连接。它也与西方地下阿加森网格连接着，并间接的与抵抗运动连接在一起。它有一个地下前哨站，其领域与古格王格的区域相对应。在西藏地下的另一个地点，它还有另一个前哨站，不过当前还需要保密。不幸的是，还存在着一个负面的阿加森网格，其主要据点位于昆仑山以南的西藏高原，以及环绕着地球的小型地下基地网格。这个网格的核心是26000年之前来到地球的负面仙女座存有，他们现在存在于西藏北部一座不起眼的小佛教寺院下的巨大地下基地当中。在1996年执政官入侵期间，他们得到了一小部分来自另一个宇宙的极端负面存有的支援。他们非常精通密法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操控地球周围的非物质层面。他们与潜伏者有着密切的合作。他们有一尊
用绿色的和田玉制作而成的巨龙雕像。这座雕像与地球上所有的玉石都量子纠缠在了一起，通过这一点，他们来操控地球龙脉线。光明势力现在正在使用 ATVO2 科技，在量子层面解除这些玉石之间的负面量子纠缠。这个过程预期会在1个多月内完成。在这之后，光之工作者就可以使用玉石来进行正面的能量作业了。他们通过负面的青龙会对黑色贵族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一些黑色贵族的关键核心成员必须要前往西藏地下基地来接受基于创伤的心智控制训练。他们通过青帮影响中国，他们通过负面佛教派系影响印度，他们通过黑龙会影响日本，他们为731部队的创建负责，他们也要为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负责，他们支持希特勒。自从7月21日起，光明势力就开始进行移除该网格的行动，它也很快会消失。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在7月11日至22日期间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其一，毛素星人利用 ATVO2 科技，在唐纳德·川普被子弹击中前0.3秒移动了他的头部，有效地挽救了他的生命。其二，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分发异常更新，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蓝屏事件，给了中央数字货币致命一击。其次，还有一些有关外星生命的软揭露正在进行着，以及有关银河超级波的揭露。还有一些新闻报道了太阳系以及太阳系之外钻石的丰盛程度。这里是有关潜伏者以及其影响范围的一些有趣内容汇总。如果你感觉到指引，你可以进行这个龙之冥想。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冥想就是每4小时1次的中东和平冥想，这在未来几天非常重要。光明势力会请尽可能多的人参加。现在需要意大利北部的一名志愿者来执行某项特殊的任务。如果你住在那里并且愿意合作，请联系 cobraresistance@gmail.com。 光的胜利。